它就是传说中的陨铁，没错，就是那颗划破地球大气层的燃烧流星。这么一小块就有12斤重，我要用它锻造一把儿时梦寐以求的七星龙渊剑。一直以为陨石都是石头，但其实还有大约5%是铁陨石，也就是陨铁。武侠小说里称之为玄铁。据说屠龙刀和倚天剑就是用陨铁锻造的，因为含有镍和其他金属，所以熔点比普通铁还要高。相传莫爷为成就宝剑以身驯炉，就是利用了人体中的元素能助燃的原理，而我只能用一块猪脚来驯炉了。《越绝书》记载，龙泉剑是由欧耶子和干将2位铸剑大师联手所铸，又名七星龙渊剑。唐朝时因避高祖李渊之讳，改名龙泉剑。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把铁剑，也是众多影视剧和动漫游戏里的神兵经典。蜀山掌门李逍遥从老丈人那里偷来的法宝是它，李星云打开龙泉宝藏的秘钥也是它。古籍记载，蚩尤作武兵，所以古人认为剑是军神蚩尤发明的。但据考古发现，最早的剑其实是石头做的。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，为了方便打猎或者与其他部落作战，古人便把石头磨成尖锋双刃的形状，这就是最早的剑。到了商代，有了青铜剑，不过那个时候的剑很短，只有20-30厘米。差不多是一把小匕首的样子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剑长增加到了50厘米以上，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铁剑，但因为冶铁技术有限，所以还是以青铜剑为主。传说中的10大名剑也大多出自此时。铁剑真正盛行是在秦末汉初。因为铁匠师傅无意间发现，在反复加热折叠锻打的过程中，原本杂质越来越少的铁会越来越软，但当炭火中的碳元素再次渗入铁中，铁就会比锻打之前更加坚硬。百炼钢就这样诞生了。所以铁也从最初的只能用来做农具，一跃成为制作刀剑的理想材料。有了铁剑，剑长就可以大大增加。据说这一时期的长剑已经超过了1米，所以荆轲刺秦王时，秦始皇3度拔剑失败，就是因为剑太长了。老话说，人生有3苦，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不过2600年前的老祖宗一定想不到，他们千锤百炼铸成的刀剑会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华夏文明最锋利的密码。虽然剑在诞生之初只是一种武器或者防身工具，但其实从周朝开始，剑已经成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。史记在记载秦王嬴政登基的场面时，只用了6个字：已有王冠带剑。而淮阴侯韩信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，依然宝剑不离身，足以证明佩剑对古代男子的重要性。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佩剑。据说先秦法律就规定，只有士以上阶层的人才可以佩剑，而贵族们则更是把佩剑作为成年的标志。汉朝时期要公平许多，上至皇帝，下至百姓皆可佩剑。在今天，没房没车可能会单身，但在汉代，男人没有剑真的有可能单身。不过买一把剑的成本可比买房买车低多了。据史书记载，汉朝时期一个普通奴仆的工资是每月400到1200钱，而一把剑的价格一般在700钱。也就是说，在汉朝买一把剑和今天买一部手机差不多，1个月左右的工资就够了。如果实在买不起，还可以租，如果有熟人担保，甚至还可以分期付款。总之，对于汉人来说，剑就和今人的手机一样，饭可以不吃，但手机不能不带。
淬火是整个铸剑过程中最难的部分，冷却速度要恰到好处，冷却太快会导致剑身太脆，容易断裂；冷却太慢又会导致剑锋不够坚硬，容易卷刃。在古人心里，剑是正义和勇敢的化身，所以自古名门正派用的都是宝剑。一来剑身细长中正，左右对称，实为不偏不倚；二来剑刃两边开，对外之刃破敌，对内之刃律己，实为公平公正；三来剑招刚柔并济，比刀潇洒，却无刀之凶狠，实为进退有度；最后剑深入鞘，锋芒内敛，实为谦逊有礼。孔子佩剑周游列国，不是为杀戮，而是以3尺清风丈量礼的边界；墨子铸剑固守城池，非专于攻伐，而是以7尺寒光捍卫义的准则。所以剑被誉为百兵之君，可谓当之无愧。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一会儿我一定要试试。其实古代很多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都是1等1的用剑高手。据说《三国演义》里那个卖草鞋的爱哭鬼刘备，就是一个武力值超高的双手剑客，凭借一套固硬剑法，驰骋战场，杀敌无数。南宋名将岳飞不仅枪法卓越，剑法也相当了得。据说岳武剑之首的战卢剑最后的主人就是岳飞。还有那个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诗仙李白，也是一个被写诗耽误的江湖剑客。相传剑圣裴明就是李白的师傅，而且据说李白还有一把量身定制的专属宝剑青莲剑，用的是当时的顶级材料冰铁，也就是大马士革钢。小时候常常会披上一块破床单，从不到1米高的台子上跳下去，以此来揣度轻功的身法，或者用手心不停地使劲对枪，以此来感受降龙18掌的力量。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傻，但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把绝世宝剑和一身盖世武功，然后独步天下，称霸江湖。虽然压根不知道江湖在哪，也不知道倚天剑的主人到底是周芷若还是曹操，但如果真的能上光明顶，我依然想告诉张无忌，尽管他是遵从师命，但能出手伤你，便不是爱情。9天玄铁铸寒刃，3尺清风斩流云。如果你的武侠梦还在，不如一起醉览山河，鲜衣怒马，仗剑走天涯。这把剑配得上你的江湖吗？